律师精英的那种专业律师。吓你们！他不是应该再激烈一点吗？才能自信。继续啊，继续演，不然我们花了200。要不我们先拍，来吧，来了。看见别人来了，我就看见有他招呼，就来了，哎，就进来。小伙伴，哎呀，快来坐，快来坐。开始。我刚才根本就可以了，有点太卡通了。那叫猫的老师不像九里。哇！好，他做好。OK， 开始。你触电了吗？你？还得讲，你为什么？我不是你打轮子是这样啊，你先打了之后发现没打到，反应10秒，然后发现它还在，然后你哪里连续打这么多下啊3、2、1，开始。可以哦，还不错，可以，谢谢喽。你就笑，要是你就笑。可以吗，老师？不是老师，你这笑的太无聊了。那你哭好吧？什么爆笑小古文？哭！以后看这个，你这还不如这图片是搞笑的。你就哭，受不了。你别笑，你就哭，你就哭。我看这个哭啊。对，你看着抱着小古文哭。主打一个分。你要不然笑，要不然哭，你选一个吧。好笑哎！下一个是我还在傻笑。想想都是好笑。我说给我看这个书，不如给我看我自己笑的视频，笑。今天好像全哭啊。要真全扣，回去得有一吨的利息。还喝不来？想喝？你不会喝瓜子儿？不知道，我都是放嘴里嚼的。不管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喜欢吃这种罐头，但是不是猫狗粮哈。这给狗吃了。正经罐头我是说的。怎么全是逗猫的呀？这个里面，来，来，不打了，直接2.8高中开始用。来，可笑虚伪。包装会很好。一个手托着它的就是中间这一块这样。对，这样托。他一脸无语。这个是输出来的输出，全分都行。
出得来，只是他不愿意出来。好重啊！我不敢动了。啊，叠了扛的东西，你的帽的，这是从你姑奶奶身上梳下来的。当到眼镜了。哎，好帅呀！猪肉馅有得一批，上去找他单挑。这是什么？这是电子。我给他请地盘。没看过。来吧，好吃的，从来没见过好吃的。谁？我有什么？怎么说？罐头，香爆！给尝一下。怎么那么高冷？巨香！这是什么？石头多棒！不看我，握手。吃棒棒糖，怎么这么桀骜不驯呢？喵喵喵！四目相对，看着我。正经过来。哦，还有个报告，有点小众啊，这个。这样。因为广州其实我之前来过，就是我小时候1年级的时候，然后在这边读过书，然后读了1年，然后其实感觉广州就是非常的清淡吧。然后我今天来的时候就感觉还是比较，我自己感觉有点热，然后呢感觉也有点那种跟北京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感觉这边会更潮湿一点。对，可能想做一下全新的造型吧，然后呢也是为了演唱会嘛。然后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染，我应该是今天晚上染，因为主要是我非常的就是可能好奇心嘛，然后就是想试一下，因为我对第一次染，就我也没染过，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染完之后是什么样子。颜色的话，好像等晚上的时候再讨论一下吧。好像当时最初应该说可能是红色，应该是我也提了一下我的意见嘛，对，可能倾向于一点红色，但也就是也没有说是全染，也有可能是半染，但也有可能是全染。就也不一定，就可能今天晚上还要再商讨。然后呢，肯定就是首先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呢，肯定希望能就是在演唱会之前，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就是到时候能有一个惊喜感。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舞蹈和说唱的应该会占的比较大一些。然后因为首先就是可能自己也比较对说唱啊，或者相对于就那种纯唱类的，就是可
能会更感兴趣一点。然后舞蹈可能也是自己更擅长一点的。然后声乐呢，可能就相当于自己比较偏短板一点的东西吧。Baby， 抓住这感觉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look at me, know we got that vibe, baby， 守护这感觉。但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也比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能给自己一个信心，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得好，我觉得我也在努力的去做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无论声乐、唱歌、跳舞、说唱、乐器。就是你能够平均一点肯定是最好的，但我觉得舞台的表现力也很重要，肯定表现力是在这些东西的之上嘛，就是要打好这些基本功之上，然后再去做表现力。但其实我感觉就可能我自己之前看的一些就其他人的舞台嘛，就其实感觉就是其实表现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吧。就是看你怎么去表达这个歌曲啊，或者是表达一段舞蹈，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表情管理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均衡，就尽量的没有短板，然后没有过于明显的短板，可能各个方面都是能够至少要在中等，最差的要在中等以上。我觉得就是各个方面，然后你肯定有可能自己更突出、更擅长的东西嘛。就是我觉得我没必要去给自己一个就可能自封什么什么，或者是自己觉得是什么什么的东西。我觉得我不需要给自己这个一个所谓的限制吧。我觉得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继续。就还有1年嘛，然后呢，首先希望自己能够冷静，然后平静一点，然后就希望能够学会控制住自己的一些什么情绪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呀，包括可能一些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希望平静一点。就我们肯定不会所有人都出道呗，所以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吧，总有那么一天的。想法，首先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也会促使我就是有压力吧，然后呢，肯定也会促使我就是去想更快的进步，想更好的去站稳这个东西。一个好的机会呢，然后它又能够激励我，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感觉可能会有些，但也有一点模糊的感觉，我也感觉就不是能说得很清楚那种感觉，就只有努力吧，因为只有强大了，你才就是不会去担心这些事情，摆脱掉嘛阴影。但其实就感觉可能之前确实会有一些心理阴影吧，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自己觉得，我感觉自己包括就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就可能之前会比较就是害怕呀，或者一些担忧啊，或者是紧张。就我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个东西吧，它可能就是我不擅长的一个东西，但我既然已经坚持这么久了，就有种类似于跟他斗到底的感觉。这是我的 mission， 别让一个走到 baby， 让这个 action， 让这个 baby let's come in action。对他前面2句是 action。这是每个我的努力演奏。我的目光锁定在你音乐，让你快乐就是我的 mission， 别让这一个走到 baby let's come in action。然后再听一下我第一句。走到 baby let's come in action，let's come in action。其实就感觉跟我们那个悟空主题，其实悟空他也是经历了不是9981难嘛，就感觉这也是就像是上天对于他的一种历练，或者说就感觉就必须要经历这么多，你才会战胜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我自己肯定也会经历，就是比如说那个东西，就是我心理阴影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可能自己之前嘛，就是一些唱歌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上天给我的一种99811难的感觉，肯定没有完全化解，因为有99811难，我也说不清楚了，但我觉得应该是经历了一些了。还算靠前一点吧，大概在前3、前4、前5吧，差不多这个区间。可能唱跳差不多，乐器相对来说少一点吧，主要是你看要往哪方面发展嘛。可能唱跳的话，可能就唱跳多一点；你要可能创作的话，可能乐器和唱可能多一点，差不多吧。那肯定是乐器和唱多一点，舞蹈可能少一点。不是还有1年的吗？达没达到不是都还能再提升吗？不着急想这些吗？我觉得没有资格这一说吧。你这能力又没有什么分等级、考级那种东西，你怎么分嘛？反正肯定是越做越好噻，你怎么可能越做越差噻？看谁是一直越做越好的，有些人是掉队伍，那些掉队伍的肯定被淘汰的。什么梯队？我不知道哎。好想慢慢靠着你 ，baby， 从你的身边走过去 ，baby。我的脚步一放慢，心跳也别打乱，跑去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对你的每一天 baby。没有言语能表达，可以感到你感带白，你的手是 fire， 突然关心我。Oh you got me feeling so right, yeah it's a vibe。忍不住了，没办法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就说一些比较犀利的话，我一般就是也没有会去说什么，觉得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太过分的话，对。
我跟你讲啊，会不会呼吸有点累？要不去医院看看？走去医院，去医院。可能喘不过气儿了。没事了，没事了。这个，深吸气，深吸一口，大力深吸一口，憋着，慢慢吐出来，吐出来，慢慢吐，慢慢吐，对，慢一点，然后继续深吸气，先下去，走，先下去，下去用药的，找个人跟着他一起走吧，不用紧张，慢慢来。这儿看放进去。后踢的不能下。还好，就现在很困，不知道为啥很困。你觉得好点没？我觉得好多了。那就打针的了不？啊，马上。你这躺一会儿可以了。可以。这个啥子的意思？没意思的，都是我通俗跟你讲，就是你刚才不说的情绪很激动吗？就唱完歌过后，都是吸入氧气太多了。你光等吸氧不出二氧化碳出来，就很简单，都能够。其他没啥问题的，你心肺都检查都没问题的。你下来站一下，看能走2步行不行？行不行？行，得行吗？得行，那躺会儿吧，躺会儿，再躺会儿，然后看你身体发，反正躺会儿吧，这头不晕呢，起来一下，把你起来会儿。小左现在有恢复一点吗？我感觉好多。医学上的解释来说呢，叫过度通气，就是说我可能休息的不太好，然后就跳舞的时候呢，可能用力比较过大，然后就跳完过就开始大喘气儿，喘气儿喘多了呢，就喘的就是有点碱中毒。那中毒了，它的症状就是会引起那种呼吸困难，然后会身体有点不受控制，就抽搐那种。它的科学依据就是这么讲的。就叫过度通气，然后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就是它的症状就是那样的。我就感觉当时可能就是所谓碱中毒中毒的时候呢，就感觉有点吓到自己了，就怎么好好的就喘不上气儿呢，就有点很难受，然后我就感觉很不舒服，然后身体也很不受控制的开始这样，然后还很清醒，就是非常痛苦的清醒着，想呼吸很困难，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先是屁股上挨了一针。然后在手上扎了一针，医生就让我先什么都不要干，放松，然后呼吸，就是要让我吸气过后憋2秒再吐出去，然后让我能吸多少，哪怕就一点儿，就先让我吸，然后就慢慢的调理呼吸，然后就呼吸匀了过后呢，就感觉慢慢的就好了。它就是看起来症状很吓人，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轻微的病，对，就可能大家平时有可能。运动的时候呢，不太注意自己的呼吸，就不疯狂大喘气儿，也有可能像我这种症状，可能在运动员里比较常见一点。就是昨天晚上回来呢，就老师让我啥也别干，就先好好睡一觉。对，然后就睡了11个小时，就是睡得非常好的一觉，然后感觉就是啥事儿没有了，感觉就是要注意自己呼吸，一定累了过后不能超级大喘气儿，就累了过后呢也要深呼吸。我觉得前2吧，时上时下，就是啊。也要发起作梦，从进出要碰进去，复习你到了好同行，对小人物丢尽好东西。我戳破了假象，我能坦荡，还是我武装，我的擅长，而变我的生命的喧嚣，是无人的地场。
我就觉得吧，最后一年了，多少岁？18岁啊，最好的青春年华，咱就拼一把就行了，不留遗憾的那种。就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适合呢还是不适合呢，就是咱都还有商量的余地。但是现在我觉得，就不管适不适合，一件事儿干到现在了，是吧？人的一生18岁只有一次，如果说我正在干这件事情，不管好还是坏，我把它干完，我的18岁就书写了。这个东西呢，它的标准可能不是很统一。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某一项非常突出非常拔尖儿，他就可以出道，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把好的东西呢也捡起来一点，然后把不足的东西呢把它补起来，就是水平比较一致，各个领域咱都能干事儿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比较偏向于第二种，就是虽然说咱们不做到最顶尖，但咱们就也不做最差，怎么说呢，中流砥柱，就高于我算强，低于我算摇头，看2、3、4、5、6、7、8，走1、2、3，左边，左边，右边。以前也会偷偷耍一些花样，但请你相信我们一定是最佳了。倘若赌注还不够，我也可以把时间上去。我就觉得去外地呢，就也能感受一下不同观众们的热情。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重庆场吧，就能听到类似“兄弟加油”，那指不定咱们去广州能听到几句粤语呢，是吧？还是比较期待的。万一有句观众可以跟我起来说2句粤语，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很高兴。我自己觉得就是得给自己留一些空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精进吧。就是可能虽然我就是唱的没那么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得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还是有自信的，并不代表我自己不自信哈。自己为了给自己就是留一些空间，我希望就是还是抱着有那种就是谦虚的状态。抱着也等待着，一点一点挣脱，一去不复返的落魄，迷惘的一个一个寂寞，在时间用力划着。反正我挺喜欢唱歌的，你让我自己给自己排个名，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多少名，我也不想说这个，觉得说这个没有意义。无法控制一遍又故伎重演，这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独自狂野发现你追不见。就是还是得有一个自己能站得稳脚的，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吧。虽然说是全面发展好少年，但是呢，还是必须得自己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所谓的大招，对吧？就算你有100个招式，我只有1个招式，但是比你强个2、3倍、100倍，我照样就是拿那一个招式干你100次。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得有一个杀手锏，得有一个站得稳脚跟的东西。
觉得我第7吧，取一下中间值嘛。但说唱好像没这么多人呢，就没有人要第1我就要第1，有人要的嘛我就第2、第3。铁骨铮铮，电影世界落地生根，点点滴滴，不生风，口是可为，那就别怪走漏风声。我们好的孩子挤进了他的行囊，不再如此在炎凉间地要闯出不发明，想去担当别人无法担当的担当，是他的目标，然后大步的走吧。And now I gotta be alone， 为了让家人不再哭泣，我还在努力，在心里做了主意，加速成长不需要依靠，不会变得只会一家人的关系微笑。60% 15岁，这日子让我劝退，越来越累，太多伤和痛是 when the pace it never fade， 到了警告 right on my face， 我感到空虚，却无法抓住空气，无法接受生活抵抗没有尽可动机。30% I lost my grandfather， 这也让爸的发色变化了，他也很泪水告诉我要 stay strong for sure。I'm hustling and now I got a manpower。说唱只能算一个附加吧，最主要的还是唱跳。但是我觉得唱跳分开其实也不是很那个，按照就最开始很早的那种练习生的水平，应该说他应该是唱跳结合的能力那种好才算好。跑的孩子挤进了他的行囊，不在乎就他也能接地要说出去发明，想去担当别人无法担当的担当，正他的目标，然后大步的走吧。我觉得就是声乐很差嘛，但是我舞蹈可能稍微好一点，就可以弥补掉这个唱歌这个缺陷。然后唱歌也尽量好一点，然后这2个结合，但最主要还是体能嘛。如果体能稍微再好一点，我觉得就会更好。我之前说过想让我爸给我买个电瓶车，但我后面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生日16岁应该有意义一点，我想出去玩一次，我想去远点儿。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生日都是把朋友邀请到家里来，后面变成了来公司过生日。20号在现场呢，我估计那天会忘记，因为那天可能高度紧张。那天我感觉我就算重庆换到北京，北京换到重庆，重庆换到世界各地，都是时代峰峻。我想出去玩一会儿。18之前我感觉没什么特别的经历，我就觉得有点难受，感觉有点浪费。他好像下去了，不是？没有，下去看看。这么迷你呢？这么喜欢这个？给点夜香啊！哇！哭了！祝你全家幸福！就这，哭了呀！缺氧呢，不成内人呐，要帅！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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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的给你吃，你吃。小的给你，大的给我们，是吧？我感觉石头味有点够呛，先不想吃了。大方，一口蛋糕。我感觉再省一点的话，应该将就老板大紧多了。现在几块了？3块。好，你这边起码要切6块或者1/4。玩的好聪明啊！人才好聪明，人才好帅。几个了？8个了。1、2、3、4、5、6、7、8个。哈哈啊！这是9，这是什么味儿啊？这个特够了。哎呀！进去了，继续。雪上加霜。看，我开整了。不吃。哎呀，起来快吧。好，就这样了。 6块了。再多1块，盛阳老师。还有左航呢？哦，还有左航的，那这块啊？玉哥喜欢吃，玉哥多吃点。没有人吃啊。那多不好意思呀。叉子还有叉子吗？这儿。你自己插。就这个这儿。这儿还有个大的。就要用这个。我用这个，哎呀。哎呀，真是的。啊。这个好。好吃。 好吃就是有味儿，好吃还是有味儿，好吃就是太小了，好吃太吃，不排着的，我们还有果冻啊，感觉没有当时的那么激动。就是我以前很想骑电瓶车的时候，就是15的时候，就是快要16，但是还是在15的时候。这骑电瓶车啊？你为哪个不能骑？你在。 你在说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哎，还有人不能骑呀？再说，人太放气了，没人让他骑。你能骑很了不起吗？你再等，谁不会骑？再等，还需要骑？我看这东西还要学吗？你真去骑？不可能。我爸妈没有准时。 我其他的朋友准时了，我爸妈没有准时。然后我妈过了7分钟给我发的，可能睡了，他们可能。不用了，今天再说，明天去。好，拜拜。彩排期间就是当时就是刚刚啊，比较难忘。就刚刚进来的时候，于安叫我去采访，我转过头，我看见他在笑，然后笑，我看到他看了一眼苏信浩，苏信浩也笑了，然后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一转头发现一个摄像头，然后出去又一个，然后又一个，然后就挺多的，然后就知道，就是把我拉上台了，然后就在台上给我放了那个好像是川普版的生日快乐歌吧，粤语版的，啊，当时苏信浩说了一句，但是我听的的确挺像的，有几个字，就是挺特别的呀，因为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当时还喷了那个。很少采访。一路跟配说采访。采访？你说了一路跟配，你进来都在笑，你看假不假嘛？没有那个还演戏，都要笑场。对，采访。哦。摄影老师，这个人每次都要笑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比较喜欢笑。他一进来，笑，然后睡觉就太快，早配方。哪天？啥子东西哦？肯定是采访。
对，我床上也是，特殊要求的，床上也是，我专门要求的。对，3个，有一个我和苏笑一起的，有一个我自己的，还有一个16秀的。没什么看法了，感觉就挺平常的一件事了，已经是，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可能之前跳个女团舞，大家都稀奇惨了，因为没跳过。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次了，就没什么稀奇的了。现在肯定不够，毕竟还有1年的时间，只能靠这1年的时间来查漏补缺吧，就是把自己缺点给补上来，然后呢优点继续缓慢，也不能说缓慢吧，就一步一步往上爬，有点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我们13个人，是不是都是无可替代的吧？对我来说肯定是，但我对于其他人我不确定，也不敢确定吧，没这个自信。我这个位置很尴尬，我想了一下，前面6个，后面6个，我正好是中间那个，我那就感觉往上爬也挺难，往下走也很容易，就还是挺困难的吧，这个位置。就正好是不高不低的，肯定会担心的。但是光担心也没啥用，只能每天慢慢的练，然后呢一步一步往上走，不能太紧张。然后呢也不能太松懈，因为人更多了，对手也更多了。醒来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种威胁啊，肯定是种威胁啊，但我开心啊，就是我并不是说就是说非常的在意这种东西，就怎么也不是说就是怎么跟你表达，就是没有太在意就是这种明面上的利益的竞争，就只是说我只是把我自己练好了就行了，我只要跟自己比就行了。虽然说他们确实声乐上比我是要好那么一点，但我自己只是在跟自己做一个比较，我自己是在跟自己做一个对比，所以说呢，我挺开心的，没必要说是非要做个比较什么的。其实大家都练了这么久了，肯定大家的实力都自己心知肚明，都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子，那肯定可以算是说是那种知根知底吧。这只是个人看法、个人观点、个人表达。在这种知根知底的情况下呢，你还去做对比的话，我就觉得是一种没有意义且没有逻辑性的问题，还不如就是活在当下，让自己快快乐乐的。就是说，至少是把自己搞好，顺其自然嘛。你想想，别人在你过的时候，不知道是个怎样的心态，对，确实是不知道。心态这个东西，它是凭一种感觉，我也不能说是具体的去描述它，它非常抽象。然后呢，抽象到以至于我每天都在想我的心态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也觉得挺浪费时间，我还不如不管这个心态，就只是做好自己而已。对，不一样的环境嘛，然后不一样的体验和不一样的感受。说实话，其实回来都感觉和他们有点陌生，就感觉像多久没见面的那种陌生。因为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环境，现在在北京嘛，肯定大家就是状态都会有所不同。如果我现在回来的话，就相当于再重新认识了一遍，就感觉是这样。待在这边也2周多了吧，但其实发现也还挺好，也不叫适应，就是说回到
回到了这个集体。好，那位置，5、6、7、8，好。好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那这个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谁想的肯定都有一个想法和看法呀。那你说谁节目多，那谁就要好一些噻，对吗？那肯定参演的就是露出的次数要多一些噻。那这个肯定不一样嘛。这个摆在明面上的东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大家都是清楚的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只不过不愿意去说而已。因为你想嘛，你说你一个节目多的，然后去安慰一个节目少的，那不纯纯有病吗？那你说节目少的又去跟他们说什么？哎，你们一天忙什么？然后说什么你们太忙了呀什么？那不也不纯纯有病吗？就大家还是好朋友一样，就是正常相处就行，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自己有自己的观点就行了。期待吗？其实我感觉我的期待已经耗尽了，因为我其实充满期待的是在4月15号那场，对，那是第一次。其实当时听到不能来的时候，其实挺伤心的。其实那段时间就是闭关那段时间，就是前半段时间，其实挺迷茫的，真就挺迷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这次长期就是在学校里面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同学呢，其实还是真的蛮好的。哦，最后就没弹这个3是吧？对，你弹的是2、0。哦，我还是改过。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位置又不是我能说了算，对吧？其实也是间接的反映了我这个人的一个商业价值。我不能完全去定夺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我的位置，只是说我是暂时属于这个位置。道理吧，我觉得，反正看我，但也不能完全看我。就这种东西，不是说是不是我，而是想不想是我。有啊，肯定比以前多，因为学了很多舞蹈，以前没有这么多的。会啊，当然，挺担心的。再放松一点吧，感觉东西大概能学的也学了，学不了的再顶补也来不及了，还是更放松一点，心态好一点，可能表演上即使可能出错也会更加自然一点。不具备，就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呀。比如说声乐，像有些音就是唱歌的时候我喉位比较紧，然后我可能比较提，然后呢唱歌的时候呢有可能发声会比较紧，然后有些音呢可能高度唱的也没有特别高，然后投入度也应该有待提高。像舞蹈，因为以前练的也算比较少了嘛，舞蹈，所以说呢也是一直都是我的弱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减分的点。还有很多呀，像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算特别好的。然后乐器呢，一知半解吧，没一个非常明白的。放松的心态，用眼睛看，长了眼睛就能看。不会，在这个公司没啥很竞争的东西，社会上的竞争才是真竞争，小打小闹而已这些。一般吧，感觉挺难受的。这样，难受的原因，第一是我觉得骨折的挺不应该的，然后因为不方便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这个心情也不是很方便。但是这个骨折挺不应该的，我的错。Good boy gone bad 就不跳了，然后 You 这个节目还会有点尴尬，我就立地声就坐在那儿。还有就是一些集体节目，可能不是很好，有的舞蹈也不是很好去跳。
指张开就只能这样。这个倒没有，就是可能危险期过了就好了。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可以取下来了。我可能有点洁癖，我这个人，然后这里面我感觉有很多细菌什么的，就感觉我现在是这都是蚂蚁在爬，我感觉这个特别难受。让快点过去把这个取了。我感觉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自己的音色呀，或者是方法呀，唱歌的技巧啊都不一样，感觉每个人的优点。哭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排名的话，各有千秋。非常的平淡，挺累的。今天因为刚连排完，然后又上舞蹈课，然后晚上又上声乐课，这个我感觉还好啊。你像他们有一些都连着好多节舞蹈课，我感觉我还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说有没有负担吧，你只要尽力了，你最后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不重要了。但是主要是能表现好就可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跳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失误，或者唱跟跳连起来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跳的话，你可以就是好看的唱就行。那我再去光吧。你可以就是唱完，你这个就不用跳，你就OK， 再来。挺紧张的，因为上一次我线下见面还是什么时候啊？好久之前了，然后这么长时间，然后马上就要线下见面，挺期待的。我感觉学校跟公司其实有一些地方它是有相同点的。比如说学校吧，都是我跟一群同学嘛，上课的时候能学习一起，下课的时候能一起玩，然后也互相存在竞争，当然也互相存在帮助。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区别的话，就是可能学校学习的氛围更重一点，你这边可能做一些事情，可能要比学习要有聊一点，就是不会那么枯燥。当然认真考虑过呀，考虑的过程倒是挺痛苦的，因为有点害怕，就是心想自己万一没出道的话，会不会这么多年就是一下子就，然后还耽误了学业。我后来又想开了，然后就是说这东西它学到自己身上，就是自己的嘛，就不管是学习啊，是艺术这一方面啊，反正能学到东西就是最好的。结果虽然也重要，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好吧，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只是设想过没有出道的那种情况，并不是说我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出道，因为这个未来这东西嘛，你也不能说后来发生什么变故，是吧？我想就用中考闭关的心态来面对。其实我更希望我们是能从竞争中获得进步，然后互相吸取对方的优点，也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到最后吧。我还蛮期待到时候，因为到时候演唱会当天就有一天不是我生日，我还蛮期待到时候会是个什么场景。其实现在融入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愿意跟我融入的，然后还有我主动愿意去融入，其实现在都融入的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其实就只能说破了一点点的冰。然后其实还是因为太久没见，还是中间有一点，可能有点不适应。小苏、小天润、小木、小宝还行吧，还有泰森、毛公、老朱，不知道为啥。反正见不到他人，其他人有些是之前交流就很少，然后有一些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于练习生来说的话，声乐舞蹈会占一半。其他的都算是附加的，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努力的在追赶舞蹈。然后说实话，我现在
其实练舞蹈比练声乐的时间多得多。然后当时在重庆的时候，练舞蹈其实也有练，但是，反正也有尽力练吧，就是觉得，就自己感觉提升不是很好。但是老师说，就老师隔三差五就说，什么进步了。然后我总是觉得感觉没什么区别，就可能因为在舞蹈方面，可能没开窍吧。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重庆那边上舞蹈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舞蹈很差。然后回来了之后，其实发现，如果真的跟着他们的节奏来的话，就自己还是会被感染到，然后就是会拼了命的去练，感觉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差。蛮有信心的吧。反正我想的是，先把第一炮打响了再说。新成员就感觉他非常的紧张，其实我感觉让我想起了就那种确实就一个人来到比较陌生的环境，然后这个地方呢又是属于那种就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也是在外地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就是比较有时候可能紧张或者比较会有一点就是那种想念家乡的感觉吧。我还没有，主要我不是那种很开口的人，就应该再相处一段时间的话，应该会吧。相对来说比刚来的时候熟悉了一点吧，话可能也变多了一点。主要是我们共同的舞台不是很多，可能一起上过课最多的就是集体舞台，就可能还是停留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就是声乐好一点，偏 vocal 一我感觉硕哥他就是一个比较正经的人类，他还没有融入到我们疯狂的气氛里面。但我觉得他挺好的，他的那种就是他很专心，因为他就比较正经嘛。我相信啊，咱们多录2次综艺，这就是个好苗子了。我看他还是有点天分，成为喜剧人的天分。就是我和他交接的节目就比较少，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在排练的时候一起商量一些排练的问题。可能私底下的问题呢，就是偶尔咱们会在一起讨论一下今天就是什么东西好吃，或者说来这边什么感受。因为当时我们刚给黄硕，当时我记得是昨天给黄硕合着排练嘛。这个琴我坐在这儿，他弹，他在那儿弹。其实感觉就是黄硕他还是进攻还是比较强的，他因为他感觉好像跟我级数差不多吧。我当时好像是小学6年级考的8级的，因为后面初中就没考，因为就没有很多时间没有考了，然后就是自己练呗。然后感觉其实咱们俩还是需要一点就是磨合一下，就是这个琴，毕竟我们俩之前也没有很多就是交流嘛，他也是刚来，所以需要就是咱们俩的琴子再磨合。我觉得他弹的也挺不错的，我觉得也挺棒的。平时一起上的课感觉有点少，就我也不太了解，感觉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平时课好像都不在一起。因为他们来之前我就知道他们2个是歌单，跟我没有什么威胁呀，对不？他歌单来了，对威胁是那几个歌单嘛。而且你像黄硕弹钢琴的，那苏信浩就应该有紧迫感，对吧？邓建新也会点钢琴，那苏信浩还是应该有紧迫感，张吉也应该有紧迫感。然后他们唱歌，他们2个也应该有紧迫感。硕哥，我感觉他虽然是那种挺慢热的状态，但我感觉时间会给他带来很多好的状态吧，就慢慢的就开朗起来了。然后平时也会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玩什么的，
感觉他融入的应该还是挺欢快的。其实也还好，就跟大家接触的也挺好的。黄硕呢，人还挺好的。我感觉我可以再相处一段时间再做次评价。我觉得这个硕哥哈，我觉得硕哥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挺沉稳的，平时他也叫我玉哥呀，我也叫他硕哥呀，就搞不清到底哪个是哪个勾了。我感觉我还挺喜欢他的性格的，我有时候也经常去跟他玩啊，这样。我自己认为啊 ，U 的话呢是唱跳嘛，然后嘞，他跳的同时要唱出来，就有一点点困难。舞蹈的力就不能用太满，只能用将近6%、70%吧，不然的话，两个舞蹈用太大力的话，唱歌唱不出来。所以说这个要多磨合一下。6、7、8，开，右左右左，5、6、7，深刻印象的话，宇哥吧，张泽宇，我感觉唱歌还是挺强的，因为他一些混声的高音能唱挺高的，然后就感觉得多向他学习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乐观还有体贴的人，就是经常有一些跟他一起练习的时候，有些没搞清楚的，他都会跟我讲解。然后嘞，他就一直都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其实已经算比较熟了。私下的话，跟那个于涵哥就是玩的比较多一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玩的挺多的。除了他的话，其他的也讲，但是没有太多。如果说讲的最多的话，天天讲的话，那只有邓哥了，朱哥吧。感觉我们也有讲过话，但是感觉他不是那么的好接触。不是比较凶，就是感觉融入不到一块去，主动交流啊，这个还没有过。放轻松，不管怎么样吧。然后呢，尽管是失误了呢，或者是没有失误呢，也无所谓，就是去享受舞台吧。我觉得去享受舞台应该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也不要想这么多，就错了就错了，没错呢就没错。然后呢，就是继续加油吧，拜拜。不要忘词儿，好好表现，争取比上一场好。相信你，加油！拜拜。尽量不要出错，对，拜拜。既然生于火焰，那就好好燃烧吧，拜拜。啊，孙一浩，没有问题的，这些都是小事儿。因为你有一个 big heart， 大心脏，乐观 ，OK。big heart 嘛，太大了，我比不下。对的嘛，我这是小心脏啊，这是大心脏的嘛。拜拜。已经尽我全力了吧？再见。拜拜。自信点，我相信你很强大。拜拜。没什么想说的，看你自己吧，加油，拜拜。加油，做好自己。拜拜。加油吧。不要太紧张了，加油啊！好好演出，不要掉链子。我也期待吧，只要不出什么突发状况，应该问题不大。我想说，即使哪一方面错了的话，也不要放弃，就是继续往下做，加油吧！然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拜拜。南起的窗，廊檐下傲气茁壮，一点星光，万丈艳阳，跨过黄河长江腾飞扬，清血苦练。只漫江，
华。唱到所想，喊我中华，为我边疆，不畏惧风霜，傲立东方。堂堂少年郎，志存在四方，马步下稳当，走路一道光，让我少年力量。敢壮发愤图强，天地之大我闯。看我少年郎乘长风，划破海浪。我少年强则中国强。堂堂少年郎，志存在四方。马步下稳当，走路一道光。让我少年力量为国强。男儿一长大，喜气家天下，挥汗如雨洒，热血暖胸膛。愿为我信仰，信我一世风华。愿为我信仰，信我一世风华。请看我少年郎，天下扛在心上。请待我少年强，中华四海鸳鸯。闹剧的夜，等到星星都熄灭，牵你走没路灯的街，给你那高跟鞋。别害怕，我也出发，用我的能量萌发，保卫你创造奇迹。每天起床深呼吸，是不是年纪大就能骄傲吧？还不介这么谁没来的他？今天派对拿好幸运卡片，快快把它送回家吧，快快快！恋爱吧，过完下个生日，明天18，人家工作随时心情放到家，一天比一天没办法，放慢点害怕，快快说别害怕 ，Let's go， 蹦卡卡蹦卡卡，姐姐呀恋爱吧，蹦卡卡蹦卡卡，姐姐呀恋爱吧。是灭光心里渴望，我有糖记得要加糖，生命希望都放季节的路上，追求你最漂亮。